掀起了谜底，开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呀，好像我水波一模一样。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我水波一模一样。大家都知道，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才逐步了解西域这片神秘的土地。那西域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据说和一个神秘的女人有关。今天我们刨根问底的了解一下，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在母系氏族社会，一位女神主宰着昆仑山，这里也被称为女儿国。在我国历史记载中，西域有2个女儿国。有一种说法，主宰女儿国的人就是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西王母住在昆仑山，最早的形象是人的样子，但有一条豹子一样的长尾巴，长着老虎的牙齿，和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的可不太一样。山海经中记载，西王母住在昆仑之丘，但这里的昆仑和现在的新疆昆仑山并不一样，这是传说中的仙山。现在的昆仑山是汉武帝根据了解到的西域传说而命名的，但张骞出使西域并没有见到传说中的西王母。不过西王母的故事却逐步走进了中原地区，她的形象也越来越具体。有人认为西王母是玉皇大帝的妻子，这是没有根据的。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可能是她的瑶池、蟠桃园，还有就是她阻挠牛郎织女的婚事，成了一个大反派。这些故事都是虚无缥缈的，真正有记载的是晋朝时期《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游昆仑，遇见西王母。周穆王自洛阳出发，渡漳水，折而向西，沿黄河而上，过燕然山，这是现在蒙古国的杭爱山，之后又过乐都，就是现在的青海，最终见到了西王母。他受到了隆重接待，双方一见如故，互换了礼物。据说周穆王还吃了蟠桃，根据记载他最终活了105岁，这在周朝那是相当高寿了。西王母的故事是西域文明的源头，这个源头到底是虚无的还是真实的，我们说不清楚，但是在新疆的考古发现又让一切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关注我，后面还有好多集呢。女孩嫁人后是不是户口都随夫迁走啊？新疆有一个女孩，她结婚10几年了，至今都不愿意把户口从妈妈户口本上迁走，而且这个妈妈还不是她亲生妈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叫王树珍，早早就失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可她却意外拥有了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妈妈，那就是收养了10个孤儿，养育了19个孩子的新疆妈妈阿尼帕。王树珍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后没多久也撒手人寰，她和兄妹4人就开始了流浪生活。那是1977年，流浪要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小树珍身上衣服又破又脏，头上长满了头衔和癞疮，身上也是有刺鼻的味道。阿尼帕妈妈看到了小树珍的样子，伟大的母爱油然而生，她一把将小树珍搂在怀里，眼泪不自觉哗哗地流了下来。小树珍戴了一顶破帽子，已经和头上的脓疮粘在一起了，完全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在新疆，女孩子的辫子可像她的命一样珍贵。阿尼帕为了治好小树珍的头衔赖疮，每天带她去医院上药。2个月后，小树珍的头发慢慢的长了出来，恢复了她清秀的面庞。头发长出来了，孩子，我真的长出来了。后来阿尼帕妈妈收养了小树珍，同时也收养了她其他3个兄弟姐妹。阿尼帕妈妈给了小树珍一个温暖的家，也给了她伟大的爱。至今王树珍还依然留着过膝的长发，她说这是妈妈给她的青丝，更是这份博大母爱的见证。结婚10几年，她始终不愿意把户口迁走，她说她不想离开这个大家庭，在妈妈这里我哭了，在妈妈这里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国家正在秘密培养一批高精尖人才，看这一批是南极科考队潜力队员，
这个是全新的鬼步舞者，这个是潜雪运动员，这一批是预备役，个个都是当班长的好苗子。从这2天看来，东北的雪已经封了，这像自然灾害似的下雪，让人有点服啊。新疆的雪相对温和，但有些地方也是从每年10月到第2年5月，整整7个月被白雪覆盖的。今天我们说几件下雪天一定要注意的事儿，关键时刻能保命。第一，如果是大雪天，家人出去应酬，一定要盯着他回到家才能睡，不然有可能人第2天就成冰雕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第二，大雪过后，走路要远离建筑物，很多房檐上是有凶器的，这冰锥很锋利，就算没有冰锥，遇到房顶的雪崩也是常事儿。第三，旗杆可不是甜的，如果你想变成旗，那你就试试吧。第四，车在室外，车门经过一夜，真可能会被冻住，有时候雪夹杂着雨下来，车表面可能被冻上一层冰，想开门得一点点敲。还有一种情况是车辆行驶的时候开着空调，车内温度高，下车后被雪覆盖，车内外温差导致雪融化，也会把车门冻上。这种情况可以在停车后打开所有车门，让车内热气散去，平衡温差。第五，千万别主动有打雪仗的想法，更不要尝试着拿雪球向别人丢出去。如果真的打起来了，别倒下，如果倒下了，记住正面朝上，别问为什么。新疆这古城设计的，看节目的观众比演员还累呢。大家好，我是新疆小谷，很荣幸应新华社邀请担任修我中国栏目体验官。今天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独特的古城——塔前城。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能让你重温盛唐风采，而新疆的塔前城能让你领略大汉雄风。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是沉浸式演出，太费观众了，大家需要一边看一边跟着演员跑，6场演出环环相扣，穿插在古城各个角落，持续2个多小时，能让你不知不觉跟着跑上3-5公里。这里演员好几百人，置身其中，瞬间有些恍惚，仿佛穿越到西域。胡姬舞得再快些！胡姬舞得再快些！李白喜爱的胡旋舞，在这里就能看得到啦。塔前城位于新疆阿克苏的沙雅，这里有一座乌什喀特古城遗址，乌什喀特意思为3重城。经过考证，乌什喀特古城也就是公元91年西域小霸王班超任职的西域杜护府所在地。班超来到西域后，帮助西域各城邦稳定混乱局势，带领民众屯田拓荒，奉行百业，恢复了东汉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他仅凭36人收复西域50国，靠的不是杀戮，而是仁政。塔前古城正是沿着班超将军西征的故事印迁西域，书写思路华章。现在的塔前城总建筑面积34000平方米，1年10月正式开放。这里的演员小姐姐可好看了，国王很霸气，王子也很帅，跟着跑3公里也值了。大家有机会来新疆，不能错过这梦回秋瓷的机会。当然来了沙雅，可不能只去塔前城，全世界最大的原生态胡杨林也在这里。吃着阿克苏冰糖心苹果逛胡杨林，别提多美了。他本是名门之后，一位书生，却只带了36人横扫西域50国。他为何投笔从戎，又是如何创下这丰功伟绩？今天让我们了解一下西域小霸王班超的传奇一生。班超的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都是著名的史学家。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就是其哥哥所著，妹妹补写。而班超虽然胸怀大志，但一直未能施展，30多岁还只做文书抄写工作。后来他有机会随杜固将军出征，才显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才能。有人就说了，征战西域打的不就是你们那儿吗？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古人云，你说的不对。实际上，一直以来与大汉抗争的是匈奴。王莽篡汉之后，西域诸诸国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管辖，被北匈奴控制。匈奴对西域各地敛税重苛，各国的日子苦不堪言。在很长一段历史长河中，西域一些属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列入著名的楼兰，文人墨客对其口诛笔伐，将军战士更是不破楼兰终不还。主要是因为楼兰两面三
单刀，立场不坚定。说回班超，他出使西域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了鄯善，现在新疆罗布泊西南一带，楼兰就是这里了。在鄯善的这一站，让班超一举成名。刚到鄯善时，鄯善王对班超团队嘘寒问暖，礼经备至。可随着匈奴团队的到来，鄯善王态度大变。班超察觉到其中的含义，当即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计划将匈奴团队灭了再说。但双方人数差距较大，班超团队共计36人，而匈奴团队有100多人，这正是体现班超有勇有谋之时。他先是激励团队，接着酒劲儿给大家一人扎了一针鸡血，后是明确分工，出其不意，亲自带队全歼匈奴100多人。第二天，鄯善王一出门看傻了，默默地问一句：“我说我没参加这事儿，匈奴信不？”经此一战，班超升至军司马，继续相亲而行。3年时间收复于田和疏勒，又用后半生30年时间陆续收复了西域40余国。这是时隔60年之后，大汉再次恢复对西域的统治，班超因此被封为丁原侯。他实现了汉武帝都没实现的端匈奴之弊、招中国之业的梦想。来看这个视频，一个彪形大汉正把一个小朋友捆绑在一个窄床上，小朋友不光没有怕意，还笑呢。原来这是爸爸妈妈正哄一个小朋友睡觉。这个评论区那是一片声讨，到底是什么人才用这样的方式哄小孩呢？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拿出这个给大家看了。看，猜猜这是什么？中间还有一个洞。来，再看看这一对，猜猜这又是什么？注意啦，来新疆的朋友千万别把这个当成烟袋锅买回去。我要说这个和上面那个带动的小床是一套，配合使用的。仔细想想，是不是就能猜个大概了？这个床就是维吾尔传统的婴儿床，这2个小配件，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大家知道了吧？来，请看正确的操作方法。小床下面是有圆弧的，可以摇摆，小洞下面可以放一个小桶，通过小工具就可以起到引流入桶的作用了，这样就不需要尿不湿了。宝宝也能睡得更踏实。为了小宝宝睡得更舒服，要在上面铺一个带动的褥子，然后把小宝宝放床上，再绑上比较宽的绑带，哄小宝宝睡觉。这个是小宝宝40天的时候才会使用，还会举行摇篮礼。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绑着咬大的。目前来看，身心健康，现在也还有人在使用。有人认为这样宝宝会很难受，而且有些心理学者认为这样会让宝宝在潜意识里压制自己的个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会让宝宝包裹紧实，睡觉不容易受到惊吓，还能解放妈妈。曾仕强教授曾说过，中国的小孩一出生就把他包得紧紧的，西方的小孩一出生就给他穿得宽松宽松。哪个对？中国人对。我们一来就把他包起来，包起来，还用绳子扎起来。小孩要动啊，要动他就要出力啊，他从小就要奋斗啊，然后他斗志就很强。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但注意了，不管什么观点，要尊重每个人的习俗，可别太激动哦。大阪城不仅有大有院的西瓜和大辫子的姑娘，还有中国第一个大型风电场，这里风能的年运藏量251千瓦时，如果全部转换为电能，可以点亮全世界30分钟。这里就是新疆乌鲁木齐达坂城风区，每年6级大风的天气有200多天，可安装风机面积1500平方公里。1989年10月，丹麦增送风机并网发电，中国第一个大型风电场在达坂城诞生。10年后，国产风机问世，又一个10年，中国风电装机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6.7兆瓦的风机满负荷状态下发电，1个小时可供一辆新能源汽车绕地球赤道1圈，可供一个家庭用电5年。目前大阪城风力发电站的风车全有电脑控制，风力在3到8级之间，发电机就会正常工作；如果风力小于3级或大于8级，发电机就会自动停转，以防机器损坏。截止2023年7月18日，发电站有200台巨大的发电风车组成，年发电量为1800万瓦。风车脚下则是茫茫无际的戈壁滩，景色十分壮观，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有机会来看看新疆不一样的景色吧。这位曾火遍全网的党徽大叔，代表了一个世代守护边疆的民族，那就是柯尔克孜族。他们聚集在我国的帕米尔高原之上，守护着祖国的边境安全。党徽大
大叔的名字叫阿卜杜加帕尔蒙德，自1999年至今，已经在木屐乡做了14年的守边员。2021年在新疆，一群游客的车深陷泥潭，就在此时，2位当地大叔上前帮忙，毫不犹豫地站在泥潭中推车，伸手往冰冷的泥水里塞石头，最终车辆脱困。大叔的汉语说得不太好，游客还以为他要索取报酬，大家纷纷要拿钱给大叔。这时大叔才意识到，随后做了一个让大家都震撼的举动，他骄傲地露出他党员徽章，这一刻他的眼神多么的坚定。在这之后，网友给他一个亲切的称呼，叫党徽大叔。后来当记者问大叔有什么愿望，他的愿望居然是能来到北京看升国旗。最终他穿越了4000多公里，来了一趟圆梦之旅，站在天安门广场注视着国旗缓缓升起，大叔的内心激动无比，眼里泛起了泪花。他的家国情怀是多么的纯粹呀！柯尔克孜族是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善于骑马，戴着毡帽，住着毡房，他们每个毡房都是一个哨所，每一位牧民都是一位哨兵。柯尔克孜族也是全国可以合法猎鹰的民族，他们的驯鹰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大家有机会来新疆，可以过来体验一下。他们就生活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也是我国日落最晚的地方。据说在东北也有柯尔克孜族，东北老铁，你们知道吗？我国现在还有唯一一支在编的民兵骑兵连，就在新疆拜城县老虎台。先看看位置，这里依靠在天山南侧，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地势起伏大，到处是灰秃秃的戈壁和沟谷，交通非常不便利，因此马变成了这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这个因素让骑兵连得以保留至今。冬天这里的气温能降到零下20-30度，骑兵们要踏过坑坑洼洼的雪地，走过不到50厘米宽的陡峭山路，旁边就是几百米深的悬崖。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训练巡逻，骑兵和他们的马要成为最亲密的朋友，需要完全相互信任，默契配合。不是所有的马都可以做军马。判断马的潜质，第一要看个头，头高2.2米左右，背高1.7米左右，最适合骑乘。马一般要在4岁上下。其次马蹄要大，最好直径大于15公分，走路稳健，胸骨宽，屁股大的为佳。第二要看速度，马群中马蹄落地声音越小，说明动作越轻盈，跑得也会越快。第三看性格，要选择性格好的，不易怒，不暴躁的，可以围着它前后绕圈儿，不咬人不踢人的性格会比较好。严格的筛选后，还需要严格的训练，他们需要有耐力、勇敢、坚韧，还需要学会卧倒技能，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合格的军马。老虎台骑兵连是1964年成立的，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守护了50多年了。马上冬天要来了，也是他们条件最艰苦的阶段要来了，让我们一起为守护祖国边陲的100余名骑士和100余匹军马点赞致敬。新疆的棉花丰收了，看我手中的就是新疆的长绒棉。为什么有些坏蛋要想尽办法抵制我们的新疆长绒棉？什么是长绒棉？新疆的棉花又为什么好？点个赞关注我，今天我们详细讲一讲。我国是世界第1大产棉国，其次是印度和美国。注意啦，这美国是世界第1棉花出口国。由于新疆棉花近些年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有人就坐不住了，总觉得损人就能利己，因此就无所不用其极，开始编鬼故事，说什么强迫劳动。妥哇，我们小时候集体去地里采棉花是最开心的事儿，这理由还有人信。古人云，你快长一点脑子吧。新疆长绒棉因纤维较长而得名，其纤维长度一般大于33毫米，最长可以达到60到70毫米，是普通棉花的1.5倍。长绒棉制品的特点是柔软舒适，透气性好，保暖性好，安全健康。棉花是喜光植物的典型代表，而新疆日照时间充足，产量高，占全国棉花产量的90%。棉花的采摘期只有40天左右，每年9月到10月期间，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出现棉桃落地的情况。以前都是人工采摘，由于新疆地多人少，就会出现幸福的烦恼，人手不够用。现在采棉机已经普及，看这台就是采棉机，每年9、10月份就会有数万采棉大军赶赴新疆采棉的壮观景象。今年的棉花已经采摘差不多了，希望棉农能卖个好价钱，有需要的老板来新疆采购吧。和田玉到底怎么造假？
今天我给你讲讲，首先和田玉这个定义其实就容易让人混淆。和田原本是新疆的地名，我前几天拍的玉龙喀什河就是出产和田玉的地方，因为这里产的白玉从硬度、油性、润度都是相对最好的，因此闻名于世。但现在鉴定证书上写的和田玉是根据成分来确定的，只要透闪石和阳期石成分达到标准，就可以叫和田玉，和产区没有关系了。所以不是新疆产的玉，甚至国外产的都可以叫和田玉。不同的产区品质自然也参差不齐了，但最好的还是新疆和田的。和田玉主要分为山料、山流水、籽料、隔壁料4类。山料顾名思义就是山上的料子，表面比较粗糙，棱角分明，比较原始。籽料是山料随着山洪滚落到河流之中，经过亿万年的冲刷、杂质剥落，保留最精华的部分，形成圆润的玉石，而且由于矿物质的累积，形成各式各样的皮壳。山流水是指接遇山料和籽料之间的玉石滚落下来的时间还不够，没有完全形成籽料的玉石。隔壁料是在隔壁滩发现的玉石，表面一般会分化，这里面籽料最为难得，也是最贵的，因此和田玉最常见的造假之一就是做假籽料。用一些其他区域的料子，通过搅拌机人工模仿大自然河水冲刷，模仿籽料的形状，再人工上色，模仿籽料皮色，高价销售。第二种作假就是产区的混淆，就是俄罗斯、韩国或者其他区域的料子假冒是新疆产的，高价销售，这种很常见。因为消费者一般情况下根本看不出来，这种都算是有一点良心的骗子。第三种是成分造假，拿非和田玉冒充和田玉，成分都不对，这种玉一般成本极低，但是卖几百上千，如果不专业的鉴定，一般人是看不出来，这是最恶劣的。你还知道其他的造假方式吗？可以分享到评论区里面。左宗棠收复新疆事迹被重新编入了中学和大学教材，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左公的生平，他是一个寒门学子，出生在一个清贫耕读家庭，自小接受祖父和父亲儒学教育，受到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建立了忧道不忧贫的君子之治。左宗棠自小就很聪明，4岁就能读书写字，9岁就可以做八股文，20岁乡试就中举了。但是后来3次会试均以落榜为终，他并没有灰心，开始研究一些军事、农桑、地理、经世之用的知识。后期又和他的大夫人周一端一起矫正了全国省份的地图，这份地图也为左宗棠后期收复新疆坚定地夯实了基础。后来我们腹背受敌，李鸿章认为新疆较为偏远，土地贫瘠，没有收复必要，主张海防，而左宗棠认为新疆处于亚欧大陆中心，一旦不保，与新疆毗邻的甘肃、青海、西藏等地都将不保。在他的强烈坚持下，慈禧正式下诏，左宗棠挂帅西征，但风雨飘摇的清廷只能拿得出500万两白银，最终还是左宗棠找了红丁商人胡雪岩，向国外银行借了1870万两白银支持西征军。左宗棠抬棺出征，势如破竹，短短几年就解决了新疆的问题，保全了祖国大部分的领土完整。左宗棠最后殉职在福州地区，梁启超评价左公乃500年第一伟人。自古以来，每当危急关头，总有人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舍生死，力挽狂澜守江山。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值得我们世代敬仰。在新疆有一个左宗棠纪念馆，位于新疆古生态园中，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还有一位英雄人物起到了关键作用，那就是林则徐。关注我，后期给你详细讲一讲。快过来！这是不是玉呀？在新疆的这条河，据说可以捡到价值几十万的石头，被誉为中国最昂贵的河。相信大家之前多多少少应该看过一些挖玉的视频或直播。我现在就在玉龙喀什河出产和田玉的地方，我们今天来试试，到底能不能挖到玉。走！玉龙喀什河也叫白玉河，起源于昆仑山脉，
冰山雪水融化形成，玉是经过亿万年的河道冲刷才形成的，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有限的资源。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对玉情有独钟，叫君子得如玉，讲做人要像玉石一样温润、谦虚、内秀。还有大学中有一句话叫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人要想成器，就要像玉石一样雕琢自己，修炼自己。哎，看这儿，这应该是羊角，这也带回去，揣不进去。哦，快来！这是不是玉？我真的挖到了！哎，快看，这还是雕刻好的，我连工钱都省了。这穿链子的孔都现成的，省不少钱。再挖挖看还有什么？这书我都挖出来了，又剩200。其实这条河道已经被大型挖掘机翻过很多遍，你说真正挖到玉的可能性大不大呢？还有就是真正的和田玉其实是蕴藏在古河道之中，大部分和田玉矿随着地形变化，现在其实是在山上，每年可能随着洪水冲下来一些，但也不太多，因此在现在的河道中能不能找到玉，全靠运气啦。这是我教新疆舞的学员里最有天赋的、最帅的，也是学得最好的2位，快看他们是谁。欢迎维维哥跟杨鑫哥来到我们美丽的喀什。既然你们来了我们的美丽的喀什，就得学一学我们的技能。好，技能，什么技能？是我们的民族舞蹈。好的。easy， 没问题是吧？来，看我的动作，看你的动作，来，看我的动作啊！这是有一个口诀的。口诀。对，注意女生的，敬完礼以后就说我有房子。有房子。对，我有房子以后呢，然后第2个动作是这个吗？这是我有车子。我有车子。对，然后你们猜这是啥？这是什么？是钱。对，我有钱，我有票子。对，票子以后呢，再这样就我这是我的真诚。这个什么意思？我有腰子。差不多就是这意思。来1页。2、3、4、5、6、7、8、1、2、3、4、5、6、7、8、2、3、4、5、6、7、8。结束了，谢谢。好的。投个票吧，他们谁跳得更好呢？秋天若有10分美，定有9分在新疆。这里是世界胡杨公园，千年秘境沙哑。这里有世界上最大面积的原生态胡杨林，足470万亩。古人云：听歌就听刀郎，看景就看胡杨。10月下旬是欣赏胡杨的最佳季节。我现在就在阿克苏的沙哑，10月的胡杨到底有多美？来，跟我一起看看吧。行走在胡杨林中，仿佛在欣赏一部穿越千年的史诗。苍枯的皮肤之下是源源不断的生机，水胡杨也是同样的震撼。胡杨的生命力极强，它可以让茫茫大漠充满生机，这就是它最大的特性。耐盐碱，顶风沙，无惧酷暑，不怕严寒，在这广阔的天地间顶天立地，自由生长。你猜猜这个胡杨多少岁了？2个我都抱不起来。这个是什么？谁知道呢？这里是死后的胡杨，1000年不倒，倒后1000年不朽。这就是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这就是喝着塔里木河水长大的洋娃子烤的羊肉串，这是中国最好吃的羊肉之一。胡杨木炭火烤制。到新疆，大家听到的这个洋娃子就是小羊羔的意思。每年10月，沙哑会举行规模浩大的胡杨节，同时在这里还会开展汽车拉力越野、户外露营、风情歌舞、篝火晚会等活动。这里不光风景优美，善良淳朴的人民也特别热情。快做好计划出发吧！如果你爬到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可能遇到这样的生物。它们通体雪白，非常善于攀爬，头上有2个像匕首一样锋利的角。它们经常跟踪潜伏在旅行者身后，伺机而动。如果不小心让它们靠近你，它们就会瞬间张开大嘴，疯狂的开始舔你。没错，就是舔你。这就是雪羊。雪羊非常喜欢吃盐，日常雪羊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舔食岩石，获取微量盐分。如果碰见游客，他们会通过舔食登山者
皮肤获取汗液中的盐分。如果不让舔，有人挨过揍，所以登山一定要带一包盐，被盯上了可以拿出盐保全自己。如果实在不想给，打赢了烤全羊的时候也能用得上。在新疆，这种白白的羊名字很洋气，叫冰茶居栗，在冬天山脉一带野外生长，是冬季吃着冰茶草长大的居栗。只有在每年冬季封山后，经过严寒洗礼的高山居栗才能称之为冰茶居栗。按新疆哈萨克族人的说法，入冬后最好的盛宴当属冰茶居栗，它也一直是新疆人待客的一道顶尖美食。喜欢羊肉的朋友带着盐来新疆吃肉吧。评论里总有人说，当年汉武帝西征不是为了葡萄干，当然不是为了葡萄干，而真正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得到天马。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西域的早空之旅，将葡萄、苜蓿、石榴、胡马带回了中原，是大汉第一次见识到新奇的西方物种。而几年后，汗血宝马的到来进一步刺激了汉武帝相信遥望的决心。公元前113年秋天，一位名叫鲍里长的敦煌囚徒在当地捕获了一匹汗血马献给汉武帝。得到宝马的武帝心气若狂，因为他2年前就听张骞说过西域多善马，马汗血。没想到今天目睹了这样的神物，一下子武帝积压已久的情绪倾泻而出，他兴起地称眼前这匹宝马为天马。为了得到更多的天马，武帝不久便派出了100人使团，带了大量的礼物以及一具用黄金打造的马模，远赴大渊国，希望能换来汗血马。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国王回绝了汉室要求。更加不幸的是，使团还没走出大渊，就遭受了劫掠，不仅使者被杀，金马也被掠走。闻知此事的汉武帝勃然大怒，他立誓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公元前104年秋，武帝命李广利将军率领骑兵6000，外加部族2万，从敦煌出发远征大渊。由于出兵过于仓促，军队补给未能跟上，汉军大败，逃回仅剩数百人。3年之后，他再次命李广利率军出征，这次他汲取了之前的教训，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派给李广利整整6万名士卒，还有战马3万匹、牛10万头，以及大量羊、驴和骆驼，还特意派了2名相马专家一同前往。没多久，大元发生政变，叛变的贵族杀死国王，并向汉军议和，最终汉武帝得到梦寐以求的天马1000余匹。现在中国最大的汗血宝马集中地就在新疆的乌鲁木齐，有机会来看看吧。在新疆的草原上出现了神秘的草原石人，这些草原石人主要来自于新疆伊犁昭苏县和阿勒泰地区的草原，距今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虽然看起来高矮胖瘦各有不同，但其实只分为2种，一种叫萨木特石人，以清河县萨木特木地石人最为典型，特点是只注重表现脸面器官，圆脸、圆眼，鼻子呈3角形，颧骨明显，大嘴。另一种则叫开纳尔石人，以阿勒泰市开纳尔木地石人最为典型。石人不仅雕刻出了脸部，有的也雕刻出了手臂、圆形或桃形脸面、方支笔、小嘴。由于这2种石人主要发现于古墓地附近，因此我国最早发现这种石人的清末旅行家许嵩认为他们是墓葬的附属品，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谁造的，又或者是做什么用途的。草原石人也还是亚欧草原上10大未解之谜之一。这些石人不仅在新疆有，包括内蒙古、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诸多国家领土上都有发现。但是考古学家在仔细研究过这些地方的历史后，并未发现关于其功能的记载，所以只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判断。大家猜猜这些石头人是做什么的呢？谁家有嘴硬的联系我，给我留个地址。新疆有中国50%的骆驼，嘴硬的请看这个视频。这个骆驼嘴里吃的就是骆驼刺，骆驼除了吃这个还吃仙人掌，嚼得可香了。这视频看的是不是呲牙咧嘴的？有人就问了，骆驼吃这些不扎嘴吗？点个赞关注我给你讲讲关于骆驼的冷知识。由于沙漠中植物稀少，骆驼不得不吃这些沙漠里面为数不多的植物。经过长时间的进化，最终骆驼的嘴唇和舌头都皮糙肉厚，口腔内壁还分布了很多肉刺，而且已经角质化，非常坚硬，可以梳理
理植物上的尖刺。此外，骆驼有3个胃，一个用于存水，一个用于存食物，另一个用于消化。骆驼刺会在存食物的胃里被软化，因此骆驼能游刃有余地吃掉它们。骆驼的计数单位不是只，也不是匹，而是峰。据统计，新疆大概有22万峰骆驼，是全国骆驼最多的地方。骆驼还分为双峰和单峰，一个驼峰的叫单峰驼，2个的叫双峰驼。我国常见的是双峰驼。骆驼的驼峰里面不是水，而是脂肪，因此双峰驼更耐旱，更适合沙漠长途跋涉，而单峰驼腿长，跑得更快。骆驼奶相对于牛奶、羊奶营养价值会更高，而且产量少，因此价格也会更高，这就导致市面上五花八门，啥样的驼奶都出现了。前段时间被打假驼奶粉的某大 V 也不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最后看看骆驼嘴里吐出来的这个，可不是它的舌头啊！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眉毛？哎呦我的妈！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有的新疆很丑了？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有的新疆姑娘眉毛会连在一起？其实这就和我们的一个习惯有关系。新疆妈妈为了让女儿眉毛更为浓密，刚出生的宝宝很小的时候就会给她涂抹奥斯曼草，在涂抹过程中就会把2个眉毛连在一起。这个本身是液体的，它就可以在我们的眉毛中间流来流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眉毛离得越近，女儿嫁人也会离得越近，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不舍之情。因此你就能看得到很多这样效果的眉毛。我还听说过有的地方是女孩用筷子，手离筷子顶端越近，出嫁离家越远。你那里还有什么类似的说法吗？评论区分享一下。这个奥斯曼草不光可以涂抹眉毛，也可以涂抹头发，但要注意，一定是有毛囊才行。如果涂得比较彻底，那就放弃吧。而且这个需要长时间使用，得坚持。具体有没有科学依据，这个不能给出一定的回答，但我们确实从小就用，我用的是草脂。前段时间一直有人私信让我帮忙买，有需要的来我评论区置顶链接看看吧。大家不要再争了，为了弄清楚新疆的三文鱼到底是什么鱼，到底能不能生吃，我特意开了15个小时的车，跑了一趟伊犁的尼勒克，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新疆养的三文鱼到底是什么鱼？答案是三杯体虹鳟鱼。这个三杯体虹鳟鱼和银鳟、大西洋龟、王龟都属于龟科鱼类，而且国际机构 FAO 也将上述4类归为三文鱼。其实我觉得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不关键，核心还是是否有寄生虫，能不能生吃，营养成分怎么样。尼勒克的养殖基地是天山脚下，冰川雪水汇集成喀什河，水是可以达到饮用级别的，水质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水温冷凉，富含溶解氧，水深100米，适合三文鱼的生长。还有就是尼勒克养殖基地周边甚至没有化工企业，养殖基地附近都没有牧场，可以说没有任何污染源。明确一下，这里是淡水养殖，并不是人工调配海水养殖的。新疆人工调配海水养殖的是南美白对虾以及其他海鲜，水源没问题了，养殖过程也是非常科学的，从小鱼苗到成品鱼需要3年的时间，养殖密度低，鱼也非常活跃，而且鱼的加工环节我也看了，更为震撼，完全无菌化操作，不管进去工作还是参观，都需要换好防护服，全身多次消毒，10万级的无菌车间。我以前的观点是不建议生吃的，但后来参观了整个养殖基地后，我开吃了，根本停不下来，是因为我看了这样的环境，这样规范的养殖，觉得完全不用担心。但说回来，能不能生吃得看是谁吃。据我了解，还有一些地方生吃草鱼呢。一个大神说了，只要你刀工好，够锋利，切得快，切得薄，你能把寄生虫切死，这属于胡扯。但是确实不同的人群，不同体质，要有不同的吃法。这三杯体虹鳟鱼营养丰富，吃法可不止生吃这一种哦。新疆人过不过中秋节？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中国最古老的月饼就是在新疆出土的。这块是距今1400年前的月饼，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兹塔纳古墓出土，是唐代的宝相花纹月饼。这个月饼的花纹甚至比现在的月饼还漂亮，可见当时已有了高超的面点制作技艺。这月饼现在收藏于新疆博物馆，是目前考古领域唯一出土的月饼文物。大家猜猜
古人吃的月饼是什么馅儿的呢？经过专家化验，月饼是由小麦粉制成，馅儿是由红枣、核桃、葡萄干和其他果仁等。这不就是五仁月饼吗？你们说这个五仁月饼保留至今，是古人愿意吃呢，还是不愿意吃呢？今天就是中秋节了，您吃月饼了吗？月饼像月亮一样，象征着美满团圆。小谷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笑口开，福气来，人长久，事长圆。我这是遇到大哥了，但我别废话，直接说有多少彩礼。大哥切实是到位了，大家说说吧，我要多少合适呢？其实我更在意的是彼此是否相爱，爱我和我爱都是不可或缺的。我觉得任何一方单方面的付出都很难持久，人生是长跑，感情也是，人格的平等，情感的平衡才是长久走下去的关键。其实很多维吾尔姑娘和我是一样的想法，会相对比较单纯，并不太追求物质，但这样反而更难遇到对的人。因此我们也会格外珍惜，认准一个人就希望是一辈子。我们从小接受的思想教育也是如此，我的爸妈也是我的榜样，他们非常恩爱，相爱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吵过架。我也希望拥有像他们一样长久的爱情。今天我要贡献一下，我不要彩礼，100头牛也不要，但我在选择另一半时要求也是不低的，一定是才能和品格兼备的，智商情商双在线。所以我不主动要，他应该也会主动牵着牛来，这才叫优秀。一条500多公里的山路能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4季，十里不同天，这句形容它一点都不夸张，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独库公路。但最近刚刚开放，独库公路就会偶尔变成独库公路，一方面是车辆太多，另一方面是总有一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车辆逆行，道路狭窄，一堵死就很难疏解，希望交管部门严查严罚。另一方面也希望所有车辆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行驶，欲速则不达。不过来新疆自驾的朋友也不用担心，被称为小独库的伊昭公路于6月26号就正式开放了。伊昭公路北起伊宁，途径察布查尔，翻越吴孙山至昭肃，每年只开放3个月，比独库公路开放时间还短。它是继独库公路之后又一条纵穿天山山脉的公路，由于海拔跟地形地势的变化，造就了它绝美的风景。沿途你能看到雪山、林海、峡谷、草原、油菜花海，全程会让你惊喜不断。总长180公里，沿途有很多停车点，开起来也不会那么累，是自驾又一条非常好的选择。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伊昭公路道路比独库公路还要险峻，路窄、坡陡、林崖，大家行驶更要注意安全，爱护环境，文明出行。有朋友说，在新疆自驾100公里的路要开2个小时，这可不是因为路不平，是因为有这些小可爱，这些小可爱。这些小可爱，你能开得动吗？另外一路上有这样的风景，这样的风景，这样的风景，不得下车拍个照吗？新疆各个景点之间的距离确实很远，但路上的风景也同样美不胜收。实际上，当你进入新疆那一刻起，你就进入了一个166万平方公里的景区。在这里，你要放慢脚步，享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妙。别看导航上的时间，上班才需要准时，而山海却要你自由。夏至这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卡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莫哈纳村西头10公里的中国西极石碑会出现全年最晚日落。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而在我国的最西端，自然就会出现我国最晚日落。在这里，夜晚11点30才开始天黑，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在夏至这一天正午时分，在北回归线附近地区会出现立竿无影的奇观。夏至也意味着物极必反，从今天开始，白昼逐渐变短，黑夜渐长，但真正的夏天才算正式到来。夏至起，暑气越来越重，也就是进入所谓的3伏天。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特别是来新疆玩，更要做好防护。今天是6月21日，夏至一至，在这个最长的白昼，愿能与大家天长地久，愿所有人长夏安康，愿你与我万事顺遂。
什么？2023年或成为历史最热年？近期亚洲多地已刷新最高温记录。那么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温度记录出现在哪里？据记载，在1953年和1956年7月24日，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测得47.6摄氏度的高温。1975年7月13日，吐鲁番民航机场还曾观测到目前中国的极端最高气温达49.6摄氏度。所以新疆吐鲁番盆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高温之王。吐鲁番地区为什么气温那么高？那就要从很久之前讲起来了。家里的老人可能知道，话说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太上老君关在八卦炉里炼成火焰金睛，孙悟空踢倒八卦炉，炉砖掉落人间，化作火焰山。从此这里寸草难生，无春无秋，四季节热。这火焰山就位于新疆吐鲁番。别急，科学的咱也有。吐鲁番盆地深居内陆，雨水稀少，致使天空经常无云。太阳光的热量在抵达地面之前很少损耗，日照时间又长，加上吐鲁番本身又是天山之中的一个闭塞的盆地，当盆地空气受热上升后，外来的气流便下沉补充，由于绝热增温的作用，形成了焚风，当地群众称之为干热风，特别灼热，也起到了加热的作用。因此导致吐鲁番特别的热。高温虽然难以忍受，但吐鲁番独特的气候造就了葡萄的理想生长环境，使葡萄能够快速成长并积攒糖分。这里的葡萄果肉细腻，汁水丰富，甜中带酸，香气浓郁，产量几乎占全国 50%， 被称为中国葡萄之乡。怎么说着说着就想到吃了呢？言归正传，接下来大家猜一猜吧，今年夏天最高气温是多少度呢？这里是卡西。来新疆，如果你想自驾加露营，只有7到10天的时间，那乌鲁木齐到卡西一定是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3个理由和3条路线。理由1，卡西拥有巍峨的雪山、高山牧场、空中草原、河谷、森林等等自然风光，可以说该有的美景卡西都有。理由2，卡西拥有非常完善的露营配套设施，而且基本都是免费的，30元门票价格也是很亲民。这里自驾是非铺装路面，虽然土有点大，但走进大自然，咱要的就是一个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我另一期卡西详细攻略。理由3，乌鲁木齐前往卡西的路上，无论你走进哪一条路线，沿途都是神迹风景等着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3个线路，我个人最推荐的第一条大美路线，走独库公路。据悉，独库公路今年6月18日正式通车，从乌鲁木齐出发，走连霍高速到奎屯，向南进入独库公路。独库公路被称为此生必走的公路，这是一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沿途景色波澜壮阔，一条路就能感受四季变化，500多公里的天然风光长卷，时时有惊喜，处处皆风景。到敦纳高速向西，一路抵达拱流线，在拱流线可以吃美食，看看湖底泉灯光秀，休整一下就可以直达卡西了。全程建议走2天。第2条小美路线，独库公路不开放的情况下，可以走这一条路线。乌鲁木齐出发，导航硫磺沟，走省道101，沿着天山山路一直向西，到巴音沟就能连通独库公路了。这条路上你能看到红山、五彩山、雅丹地貌、大峡谷等等，沿途有很多停车点可以拍照。到独山子走连霍高速向西，沿途中你会经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中国最土豪的国子沟大桥，随后抵达伊宁或者是察布查尔锡伯古城，感受一下锡伯族民俗风情，后前往拱流，抵达卡西。第3条最快的路线，跟着导航走，一路高速，后半程和小美路线一样，无论怎么走，你都会发现历经山河，卡西值得。
我现在在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八卦城中心，城中真的没有红绿灯。这里就是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八卦城，它以我所在的八卦文化广场为原点，向外辐射8条主街道，4层环路。大部分路口都是依托一个小转盘引流，从而实现了主城区没有红绿灯也能四通八达。但是向外围辐射的道路还是可以看得到红绿灯的。特克斯城市内部到处都是易经八卦城的文化符号，八卦文化广场、八卦摩天轮、易经文化园等等，街道的名字也都是用八卦命名的。如果你喜欢易经，那一定要找机会来这里看看。特克斯的魅力还不仅仅是它的文化地域，特克斯还拥有草原之王卡拉峻、原始部落琼库什台、阿克塔斯姑娘峰等一众神级景区。去这些地方，特克斯是最好的落脚点。特克斯城内酒店、民宿选择性很多，夜市也是非常热闹。现在还新开了一个国潮风布业城。另外，围绕着这8条主干道，正在建设不同风格的福院，目前已经建设完成3座，每天都会有不同风格的表演，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快安排行程来玩吧！都什么年代了，山上还有拦路的。你知道卡西吗？就算没来过，是不是也觉得在哪里听过？这里是新疆近几年来非常火爆的一个景区，是伊犁自驾游的首选。在卡西，30元门票就可以让你进入文化森林。这里拥有高山牧场、立体草原、雪山、河流、云山、峡谷，山上还有蓝雾峡。在这里开车一定要小心行驶，注意安全。卡西内有一个30多公里的自驾大环线。来看地图，大家从游客中心购买票可以直接到燕子桥的接待中心。这里有配套非常完善的露营基地，这里停车免费的，露营基地是免费的，天幕帐篷区域免费的，连配套的洗澡沐浴也是免费的。景区餐饮都是统一明码标价，价格也算合理。你说吧，还有谁？在这里休整后，可以选择驾车或者是栈道徒步到卡西画卷。这里是卡西的名片，一定要打卡。石门瀑布这条路车是上不去的，可以坐曲线车20元每人，也可以旁边租个马骑上去，价格是80元1小时。这条路上的夕阳简直绝美，沿着卡西画卷向西一路也是非常美丽的风光。这里重点说一下，这段路有几条涉水路段，2驱车也能走。但最好是4驱车，还有就是有一段路没有信号，导航不能用。虽然道路曲折，但历经山河，卡西值得。我朋友来新疆玩10天，花了32万，机票、酒店、租车、吃喝玩乐，一共花了不到2万。在路上撞飞一头牛，修车加陪牛花了30万。在新疆很多地方，公路和美景是融为一体的，山路蜿蜒曲折，沿途都是绝美风景尽收眼底。就例如卡西的卡塔环线，全程可以自驾，全长30多公里，路边就是河谷、云山、森林、空中草原。卡西画卷这一段路更是美得无敌，你开在路上就像画中的人一样，看着风景，风景里的人也同时在看着你，看着看着就忘了看路了，开着开着就开超速了。但可别忘了，这美丽的风景可是咪咪闷闷的客餐厅，他们会随时出现在你面前，这样的亲密接触可很危险，所以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到指定的停车打卡点，在最好的角度拍最美的照片。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您知道彭加木吗？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1980年，他在罗布泊神秘失踪，至今仍未找到他的遗骸。关于彭加木的失踪，网上流传了许多版本。关于双鱼玉佩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
但实际上，彭加木是我国第一代找假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寻找假盐的工作就已经迅速展开。然而，除了柴达木等地发现一些假盐矿以外，再无突破。直到1964年，39岁的彭加木第一次来到罗波坡外围考察，他精细地发现，流入罗波坡的孔雀河、车尔称河和塔利木河这3条河流中，钾含量都是异常高的。他们每年都会把大量的钾元素流入到罗波坡。根据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他得出了一个惊天的结论：罗波坡内每年聚集的钾可能有75万吨。他立马向国家打了报告，申请进一步进入深处考察。在此后不久，中国第一颗遥感卫星东方红1号成功发射。从遥感图上看，罗波坡地区钾元素的放射量极高，也验证了彭加木的猜测。1980年6月，彭加木散探罗波坡，一行11人的考察队艰难地克服高温、干旱、缺水、流沙等难题，向罗波坡内行进了约450公里。1980年6月17日，考察队在库木库杜克附近扎营，此时汽油和水所剩无几。为了解决困难，彭加木留下一张字条，独自外出找水，走向沙漠深处，不幸失踪。彭加木的失踪给罗波坡更添加了几分神秘。此后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对他望而却步，直到16年后，一位女科学家却依然踏上了征途，她就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王米粒。那个地方山水美，景色千有千，最美丽的山水就在西。这里被称为中国箭乡，他们射箭真的那么厉害吗？今天是他们1年1度的射箭比赛，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真的厉害，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原来锡伯族人又被称为射箭民族、骑射民族。锡伯族人擅长射箭，查布查尔的锡伯族家家有弓箭，人人自由学射箭。重大的节日，他们都要举行赛箭盛会。小小的村庄也会立起木杆，挂上射靶。输家要当中宰羊，请赢家以及众乡亲友好好吃上一顿。锡伯族喜爱射箭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锡伯族男孩一落地就有弓，锡伯族男女几乎人人都会射箭，这源于他们先祖的生活方式。锡伯族的先祖是东户系的托跋部，早在东汉以前，他们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以畜牧迁徙、狩猎为业，因此锡伯族与弓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甚至于弓箭上寄托着对祖先的崇拜与信仰。清朝将锡伯族编入八旗，锡伯人的射箭技能变成了保家卫国的利器。现在弓箭不再是之前的作用，但锡伯儿女仍然用弓箭在为国争光。据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子射箭队获得团体铜牌，其中队员薛海峰就是从查布查尔走出来的锡伯族青年。男子射箭队的总教练郭美珍也是查布查尔的锡伯族。好啦，我不说了，我要去学射箭啦，拜拜。
If we ever broke up, I'd never be sad. Think about everything I thought we had. If we ever broke up. If we ever broke up. 在新疆居然有一个从东北迁移过来的民族，今年已经是他们迁徙在这里的第259周年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新疆察布查尔锡伯古城，他们到底为什么千里迢迢迁徙到新疆？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深入了解一下吧。现在我们来到了锡伯古城，并且邀请了察布查尔的美女小姐姐麦迪娜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伟大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美迪娜。现在让我们走进锡伯族西迁历史博物馆看看吧。麦迪娜，锡伯族为什么要西迁呢？是这样的，乾隆年间，清朝政府派出大批军队，先后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之乱，最终统一天山南北。清政府为了加强西北边防，陆续从内地抽调8旗官兵，携带家眷到天山北部，长期驻防屯田。但新疆西部地区地处祖国边陲，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虽有上述各营官兵前来驻防，但人干兵力不足。乾隆28年，也就是1763年，明瑞将军向乾隆皇帝请奏，请求增加驻兵。1764年，清政府决定从深境（现在的沈阳）调遣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共计4295人，分2批出发，前往伊犁驻守边防。骁勇善战的锡伯族军民领位受命，书写屯坑戍边的光辉历史。他们从沈阳出发，出张五台边门，翻越大兴安岭南段后，干客使很多人毙命。 为解决饮水问题，锡伯族在蒙古大漠打下了深井。当队伍到达乌里雅苏台办时，正值农历8月末，漠北蒙古草原已是寒气凌人。队伍休整了7个月，再次出发。乾隆30年，也就是1765年，农历7月，锡伯军队先后抵达伊犁，胜利完成了万里戍边的壮举。据统计，西迁的锡伯军队带着老人、妇女和小孩，只用了459天就走完了全程。他们以忠贞的爱国之心和顽强的精神，创造了西迁的奇迹。为了纪念这次壮举，每年的农历4月18定为锡伯族的西迁节，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和我们一起过节哟。